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亲子网红会透过分享小孩的生活来赚取业配收入，甚至呢还会笑说小孩是自己的奶粉钱自己赚。但也有人质疑，这根本是小孩赚钱给爸妈花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晒小孩经济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平常有追踪的亲子部落客吗？社群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网络上面晒小孩，分享小孩的成长点滴。有些家长靠着经营亲子部落格或频道，接厂商的业配啊，甚至创业赚到了钱，让全家不愁吃穿。但是也有人批评晒小孩赚钱呢，就是把小孩当摇钱树，跟剥削儿童没有两样。这集要分享的法国纪录片《把童年变现》，就邀请到了网红妈妈、从小被晒到大的孩子，以及经纪公司老板等人，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议题。那到底晒小孩有多好赚，又会引发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中取得平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有试过自己做网站吗？如果你觉得做网站很难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用过 Odoo。Odoo 呢是一家总部在比利时一站式管理公司业务的全能软体。他们免费的网站制作模组加入了 AI， 你只要简单回答问题 ，AI 就会根据需求提供最适合的范本。而且就算你不懂设计只要脱译内容方块，也能够做出超专业的精美网页。如果想要调整版面加特效动画，也只要在后台按一按就好。现在 Odoo 还有整合 ChatGPT， 自动帮你生成网页的内容、润饰文字，创建网站呢轻松又快速。无论你想要帮公司或是自己做网站，Odoo 都值得一试。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赶快去试用吧。在这个社群时代，亲子市场的商机有多大呢？我们或许可以看看最知名也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美国儿童 YouTube 频道瑞安的世界。2015年，不到4岁的瑞安跟他的家人开始经营频道，内容主要分享生活日常啊，还有玩具的开箱。目前他的频道呢已经有3700多万的订阅，总观看次数呢超过了500亿。从2018到2020年呢，瑞安的世界是富比士公布的 YouTuber 收入第1名，而且截至去年为止呢，年纪只有12岁的瑞安大约已经赚到了1亿美元。他频道成功也带动了亲子市场的商机。曾经在 Google 工作3年，帮 YouTube 设计演算法的工程师基欧曾经表示说，晒小孩影片会受欢迎背后还有演算法的推波助澜。因为演算法的目的就是要拉长观众在影音平台的停留时间，这样子平台才能够靠广告赚到更多的收益。而亲子影片呢，老少通吃，受众广泛。假设呢都是10万观看的影片，比起介绍汽车、示范烹调，演算法呢会更倾向挑出亲子影片推荐给陌生的观众。因为同样的观看次数，大众停留在这类的影片上面的时间可能普遍会比较久，所以演算法呢就会给它更多的曝光。那当平台的推荐清单上面都是亲子影片，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家长以为晒小孩是主流，而且商机无限，纷纷的加入晒小孩的行列，让晒小孩经济越来越蓬勃发展。很多的私人家庭呢开始拍摄儿童内容的影片，规模比较小的就靠接业配啊，收公关品赚零用钱。规模比较大的亲子网红呢，不止开团购，也可以跟厂商合作出联名，或者干脆自己创业。而在纪录片当中，他访问到了法国一位网红妈妈，跟大家分享晒小孩经济的优点。杰西卡是一位在 IG 上面有600万追踪， TikTok 跟 YouTube 订阅也都破100万的网红，她同时也是2个小孩的妈。杰西卡呢，对于晒小孩经济的态度非常正面。首先他觉得在社群时代上网分享生活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自从他开始分享小孩的日常，不管是孩子学走路啊、学讲话，网友给他的反应也都非常热情。要是平常太忙忘记更新，还会被网友留言敲碗。同时呢，他在育儿路上面也从网友那边得到了许多的精神支持。再来，杰西卡也认为他并不是单靠晒小孩在赚钱，只是他的生活里面刚好有孩子，而且呢，他又喜欢跟大家分享生活。他先是拍摄家人之间的互动，成功的收获了许多粉丝。后来厂商合作纷纷找上门，他自己又创业开设香氛啊、美妆品牌等等。透过这些多元的收入，他们家的经济更加的宽裕，小孩的成长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总结来说呢，杰西卡觉得在网络上面晒小孩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也同意，如果有一天孩子不希望再被当成公众人物曝光，那他也不会勉强孩子。不过被晒的小孩想法就不一定这么正面了。
目前24岁来自美国的卡蜜呢，就曾经是一个被晒好晒满的孩子。他表示自己从婴儿时期开始呢，就一路被晒到大。妈妈会在网络上面分享他的所有生活，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虽然粉丝们都会觉得妈妈很爱他，很积极的帮他记录成长的过程，但身为女儿的卡蜜反而觉得他跟妈妈之间的互动好像都带有目的性。卡蜜认为呢，比起他自己妈妈好像更在意社群上面的数字，像是有多少人按赞啊、留言跟分享，甚至如果不是为了 po 文妈妈根本也不太会关心他。在镜头之外呢，卡蜜认为他跟妈妈的亲子关系其实很疏离。此外呢，长期被暴露在公开社群上面，也让卡蜜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压力。卡蜜表示说，不管是在网络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卡蜜都收过很多让他不舒服的问候。比如会有陌生的男性私讯骚扰他，或者他曾经在超市里面遇到粉丝，结果对方一开口呢，就问他第一次月经来的事情，让他觉得很别扭。而在这样子的长期压力之下，卡蜜也因此罹患了焦虑症跟妄想症。他常常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是路过的人都来看他，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自在。成年之后呢，他也害怕身边的人，比如同事啊、雇主会透过网络找到他的私人影像或者是资讯。所以也有很多人担忧网红家长过度分享小孩的生活细节，甚至是记录孩子的身体发育等等，可能会被有心人士给利用。纪录片中呢就有提到，有些网站会专门搜集网络上面的小孩影像，提供给恋童倾向的人对着这些照片意淫。而且随着 AI 技术成熟，有些人可能会透过 Deepfake 换脸或者后置修图，制作各种虚假素材，像色情照片啊、施虐影片等等，不只可能会伤害儿童的身心，也可能会被拿来勒索、敲诈家长。甚至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也有小小的网红被认出来，粉丝想要接触他们，跟他们互动，而出现人身安全上面的疑虑。另外，在亲子市场越来越有竞争的情况之下，有少部分的家长呢，为了流量会拍摄比较极端甚至有虐儿嫌疑的内容。比如说呢，有些家长会故意恶整小孩，再把孩子惊慌失措的画面拍下来，或者是在镜头前面辱骂孩子，记录小孩情绪崩溃的瞬间，然后要孩子边哭边呼吁观众记得追踪。就算这些争议频道呢，最后被成功的检举下架，警方也介入呢，把家长抓去关，但对于孩子来说，受到的身心创伤恐怕也不容易复原。所以也有很多人思考呢，我们有可能在创造经济价值跟保护儿童权益之间取得平衡吗？欧蕾丽除了是网红三宝妈，同时也是一间经纪公司的老板，合作对象呢主要是亲子网红。她的纪录片当中指出，从90年代开始，法国就有规范儿童模特儿的法律。如果厂商找儿童拍摄广告却没有签订合约，就可能面临高达7万欧元，大约是245万台币的罚款。网红经济崛起之后呢，他也把同一套规则应用在亲子网红身上。在欧蕾丽公司旗下的儿童网红呢，都会被视为是工作者，包含了工作契约啊、薪资、休假，通通都不能少。那虽然说这些孩子都还是未成年人，但他们的收入也不会进到父母的口袋，而是会存进银行的账户，等孩子成年之后，再让他们决定这笔钱该如何运用。纪录片认为这个方法虽然无法阻止有心人士非法的利用儿童影像，但至少能够减少晒小孩产业里面父母剥削儿童的状况，达到自己赚钱自己花的目标。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自己机械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呢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纪录片当中提到，每个孩子在长到13岁的时候，网络上面平均会有1300张父母发布的照片或影片，引发了团队的讨论。有一派的企划会认为这数据非常惊人，因为换句话说，平均每3到4天就会有一张自己的照片被发在网络上面，让陌生人观看。那小孩到底有没有知情同意？他们愿意自己的生活被暴露在不知名的目光下吗？就算小孩真的同意了，但他们真的有办法完全了解或是承担背后的风险吗？尤其现在 AI 技术发达这些照片随时都可能被不肖人士拿去利用，用 Deepfake 的换脸技术做成诈骗霸凌影片，这个后果相信大家都不乐见。但有部分的计划认为，在社群时代用照片分享生活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像是宝宝今天翻身了、走路了，难免会想要分享喜悦的心情。那如果育儿遇到困难像是小朋友还不太会讲话，走路姿势是不是怪怪的，也会希望可以跟妈妈网友一起交流育儿经，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建议跟共鸣。那假设照片被拿去恶意使用对于这些家长来说，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这派的观点会认为，与其责怪或者禁止家长分享照片，更重要的可能是要透过教育、科技以及法律等等的途径，尽量的降低犯罪的可能性与危害。
不过我们团队知道，这类措施呢，防范或者是吓阻效果其实非常的有限，因为要靠法律与良知来守住所有人的安全，真的不太可能。所以在这个社群时代呢，到底要怎么样最大程度的保障儿童权益，同时又兼顾满足家长想要分享的心情，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而另外一方面，虽然纪录片当中呢有提到，想要把亲子生活当成事业来经营的家长，可以透过签署合约提供保障，把参与拍摄儿童当作商业伙伴，减少剥削的疑虑。但是我们认为就算中间真的有监督的角色，小孩跟父母的关系还是不太可能像商业伙伴一样平等。小孩的价值观大多都来自于父母，在年纪小的时候，组织语言的能力也不像大人这么好。如果父母因为商业合作流量考量等等的原因，要求小朋友去做一些表演，或是拍摄一些他们出糗的影像，小朋友呢也很难精准的表达意愿，捍卫自己的权利。例如说出我现在在哭，我不想被拍等等。那即使小朋友现在愿意被拍，长大之后他们如果有不同的想法，那些小小网红的照片、影片也早就在被很多的地方给转载，恐怕也没有办法那么的容易消失。那当然，以上都只是我们团队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大部分的人也都没有为人父母的经验，所以考虑的层面可能不够完整。如果观众有不同的想法，都很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那么今天的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父母，会想要试着经营儿童网红生意吗？会现代社会这么竞争，如果能够多个收入管道，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帮助。B 可能会但我会等到孩子有表达能力，询问他们意见再开始。C 不会，我不想要让孩子在网络上面有任何被伤害的风险。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晒小孩经济。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精致化儿童以及网红的诈骗产业链。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